这场航班即将起飞，但乘客却只有9个人，他们分别是性感的红衣姐和她的外籍男友大富豪，两人简直毫无人性，直接包下了整架飞机的头等舱。其次呢，是拥有预言能力的夏婆婆和她的孙女小美，以及动物爱好者眼镜男和4名小青年。话说眼镜男好像脑子有泡，在小岛上旅游的时候捡到了一根猫骨头，哎呀，这稀罕的不得了，说啥都要带骨头回家。而为了能把它带上飞机，他在过安检时利用给小美变魔术，把猫骨头偷偷放进了已经过完安检的小美的包里。剧情到这儿，基本上我们就能判断出了，这是一根猫骨头所引发的血案。很快全体乘客依次落座，可就在即将起飞前，夏婆婆突然情绪激动，并向空姐大喊说自己看见了可怕的东西，如果再不下飞机，那就会大事不妙了。而面对空姐的询问，夏婆婆只是一个劲儿的吓唬人，也不说自己看见的是啥。我知道你会预言，那别人不知道啊，你光这么喊也没有用啊。果不其然呢，空姐们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，只当夏婆婆是因为恐高才胡言乱语。我也佩服其他的游客，这心理素质是真好。我要是坐飞机的时候有人说这架飞机会出事儿，那我肯定是不敢继续坐了。随着飞机离开跑道飞上天空，便进入了一段飞行平稳期。敬业的空姐已经开始通知乘客可以自由活动了，而不敬业的则和渣男眉来眼去，还加了人家的微信，并趁着空闲时间呼叫渣男来厕所和自己放飞自我。没过一会儿，渣男春光满面的从厕所里出来，并遇到了好哥们的女友绿茶妹。原来渣男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海王，不仅勾搭陌生漂亮的空姐，还已经勾搭上了自己哥们的女友。渣男对绿茶妹说，让她赶紧离开哥们，这样以后2个人就不用偷偷摸摸的见面了。但绿茶妹一开口就知道人家也是个老绿茶了。绿茶妹坦言自己很喜欢现在一脚踏2船的感觉，所以回绝了渣男的要求。而明明是绿了哥们的渣男，在听完绿茶妹的发言后，却感觉自己也被绿了。这边空姐大花在用餐时发现餐盒已经被打开，并且还被人吃掉了一半。就在这猜想是哪个王八犊子干的时候，行李箱却莫名其妙的开始抖动，而且还快速的弹了过来。那要不是大花躲得快，估计不死也得骨折。接着他起身离开，准备向机长报告这件怪事儿，不料却听见一阵诡异的音乐。等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小美正蹲在地上玩着音乐陀螺。大花赶紧将小美抱回到了座位，可就在这时，厕所那边传来了一声尖叫。原来大娟子在上厕所时发现了一名空姐的尸体，这名空姐浑身都是抓伤，貌似遭到了野兽的袭击。而这一情况很快也被机长知道了，于是他赶紧出来安抚情绪紧张的乘客们。大概的意思就是飞机还有2个小时便要降落了，虽然死了个人，但你们不要怕。另外在警察来之前呢，谁也不要乱动尸体。而在他返回到驾驶舱后，男青年找到了大花，说自己是学医的，可以简单判断死者的死因。而大花为了安抚人心，便同意带学医男查看尸体，全然不顾机长刚才的警告。学医男在检查完后对大花说，死者虽然受了多处抓伤，但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中毒。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人为作案后，大花又赶紧带着学医男去向机长报告这一发现。不料在他们谈话的期间，大富豪凭借人在头等舱的优势，透过大门将谈话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之后他就来到了竞技场，说了自己偷听到的内容，并挨个询问，你是不是凶手，你是不。听到动静越演越烈，机长不得已再次出面，靠着身为机长的威严，这才将大富豪劝回到了头等舱。可就在大富豪前脚刚离开，后脚飞机就发生了断电现象。机长立刻命令副手前去调查，结果副手这一去了半个点也没有回来，而且电力呢也始终没有恢复。不安的大花带上学医男去寻找副手，这才发现副手早已凉凉，而且的身上也和空姐一样布满抓伤和毒素。大花不敢怠慢，立刻将发现汇报给了机长。机长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向塔台呼叫求助。在听完机长的描述后，塔台却对众人讲了个小故事，说是在20年前吧，在一个岛上发生过黑猫杀人事件，死者的死因和飞机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样看来，眼镜男带上飞机的猫骨头和20年前的黑猫一定有的联系。但此时的众人并不知道啊，有个憨货带上来了根猫骨头。于是机长下令封锁消息，以免乘客发生恐慌。可惜黑猫杀人事件并没有停止，红衣姐这边也遭到了袭击。只见她连滚带爬地摔下楼梯，身上也是布满了抓伤。趁着大家都被吸引过来，眼镜男再也按耐不住了，他要去拿回属于自己的猫骨头，可把女孩的背包翻了个底儿掉，却连个渣都没有找到。之
之后在大花的询问下，眼镜男终于说出了实话，承认了自己丝带冒骨头，并对飞机上发生的事情倍感抱歉。但他没想到大富豪也听见了，大富豪也没想到自己的漂亮女友竟然是因为一根冒骨头被抓花了脸。于是气不过的大富豪当场就揍了眼镜男一顿。事后眼镜男本着一人做事一人担的原则，孤身闯进了头灯厂，准备和黑猫1对1单挑。但黑猫也不傻，那打男人哪有打女人轻松。于是落单的大卷子遭到了袭击，等到大家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中毒昏迷了。自此大花有了判断，黑猫只会袭击落单的人，并且是专挑软柿子捏，所以他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都待在一起，互相照应。可没过多久，飞机就遇到了暴风雨，乱流造成飞机发生晃动。趁着大家扶起滑倒的乘客时，黑猫则干掉了夏婆婆。而在安慰小美的时候，大花发现小美画了一本画册，上面的故事和这架飞机发生的事情完全吻合，看来小美继承了夏婆婆的预言能力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大富豪又和眼镜男厮打在了一起。趁着两人正在互殴，黑猫也加入了战局，他选择对大富豪下黑手，一爪子下去结果了他的性命。这还没完，黑猫又当着众人的面把红衣姐和大富豪拖入到了漆黑的后舱之中，之后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宣告了两人凄惨的命运。这时飞机里的一群人是死的死伤的伤，唯一安然无恙的还是没有战斗力的小美。于是黑猫也不再猥琐发育了，他选择了主动出击。大花意识到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，大家都会葬身于猫爪之下，于是他带领学艺男和渣男一同返回后场，准备和黑猫决一死战。但不料黑猫的战力也实属强悍，不仅不怕三人的包围，还蹦高往前冲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变身。渣男也因为看不清形势，被黑猫收下了人头。听见后舱不断传出的惨叫，机长终于坐不住了，在把飞机调成自动驾驶后，便去和大家会合，一同想办法对付黑猫。最终大家商量出了一个还算靠谱的战术，那就是把音乐陀螺放在地上，吸引黑猫前来查看，之后再由大花和雪乙男当火把子，吸引黑猫攻击两人。这时已经固定好身位的机长就会打开飞机的大门，这样在压强的作用下，黑猫和机长就会被一同吸出飞机。但实际操作后，虽然机长拉住了安全带，没有坠机身亡，但黑猫也同样抓住了机长的裤腿，并一步一步地爬了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机长隔断了安全带，决定牺牲自己拯救乘客。就这样，飞机再无黑猫，但同样也没有了机长。好在小美之前跟机长学过一段时间的驾驶飞行，最后在摔断一个飞机翅膀后，有惊无险的平安降落。而早已等候多时的医疗部队也赶来救治伤员。事后大花接到了一通卫星电话，原来机长没有死亡，降落伞救了他一命。就在我以为故事结束时，一只幼年时期的黑猫从小美的背包里探出了脑袋。至此全片才结束，有没有续集啥的我不关心，我只想提醒大家，外出旅游不要瞎带东西，还有人家禁止往飞机带的东西你就不要带，显着你了一天到晚欠欠的。